这才是在东南亚雨暴雨情况下最舒服的姿势。当雨淋的雷声由远至近的响起，阿肯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空气中的湿度越来越高，这是大雨降临的前兆。现在的他必须要在天黑前搭建出庇护所躲避暴雨。这种藏在雨林中的巨龙竹是非常好的建筑材料。阿肯搬了4根，就赶紧找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。他先对地面进行了清理，然后就在地上画出来了一个圈。现在的雨林已经出现了迷雾，大雨可能就要来了。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区也在下雨，那你就在评论区支持，或者看一眼你手机的电脑。据说刷到海外建造时电量都会提起。他现在要先用龙竹搭建出庇护所的主要框架。竹子的韧性很强，而且利用性极高。阿肯利用竹条的韧性制作出了屋顶。可就在此时，天色变暗，大雨倾盆而下，他必须要加快速度。庇护所的主要框架全部由巨龙竹制成，而屋顶的结构，他利用竹子切成的竹条在上面进行编织。阿肯不知道这场雨是多久，但他感觉天气有些奇怪。现在的天就像夜晚一样，巨大的乌云笼罩在天上。阿肯利用韧性极强的竹条开始加快速度编织。东南亚雨林的天气并不冷，虽然现在乌云密布，但只要大雨过后，天很快就会亮起来。不过他猜测今夜还会来更大的降雨。乌云过去后，他赶紧拿出塑料薄膜对屋顶进行遮阳。雨又开始逐渐变大了，不过有了薄膜的加持，它就好像在雨林拥有了一个巨大的雨伞为它遮挡暴雨，而伞下的空间就可以足够让躲在伞下的阿肯产生防雨外衣。看着外面的暴雨，他决定将庇护所建立在地面之上，这样就算雨量过大，地上积水可以降落在庇护所里。他用工具把巨龙竹砍死，但又让内部的纤维还存在痕迹。剥开之后，一节竹子就会形成一块地板，都在地面上长高平来时。接下来是建造庇护所最重要的，他开始用塑料薄膜将整个庇护所进行。他选择由下而上的缠绕方式，每一层的薄膜都会相互穿透，缠绕在一起后就形成一个弧形。虽然它的建造只有1周左右，但只要能将其体顺利完成，这间庇护所就会一如既往。为了让庇护所内能通风透气，他在侧面切出来。现在看来，这间庇护所入户门的位置，他还需要进行简单的改造。他从雨林中找来了很多巨龙竹，这种叶子很大，将其贴附在薄膜上，不仅能让小屋变得更好，最重要的是最后，阿肯利用竹子的反应做出了大的拆保险。持续在雨间建造，让阿肯的衣服有些湿透。他钻进了庇护所，准备将湿透的衣服换下来。天已经黑了，现在外面的雨量很大。阿肯很清楚没有受死，躺在床上的他就很睡，可能是今天的建造太累了，在听着雨滴砸落在薄膜上的声音，没一会儿他就进入了深度的睡眠。